今天来讲《被讨厌的勇气》这本书，我的角度是针对以前视频里面提过的问题，然后尝试用这本书的内容来对应这些问题。文化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已经深深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，影响着我们对自我价值、成功以及幸福的认知。这种体系通过控制文化和消费来形成一种无形的精神桎梏，限制了我们的自由思考和独立选择。而《被讨厌的勇气》这本书基于阿德勒心理学的思想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——课题分离，帮助我们打破这种精神束缚，重新定义自我，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。一、消费主义中的情感操控。消费主义的核心是通过操控我们的情感，让我们产生一种缺失感。广告、社交媒体和娱乐产业不断向我们灌输这样的观念：你并不够好，你需要通过购买某些物品来弥补自己。消费品被塑造成解决孤独、焦虑或提升地位的必需品，诱导人们相信拥有才能成为。阿德勒在《被讨厌的勇气》中提出的自我接纳理念，恰好能帮助我们识别这种操控。书中强调，人的价值不应该取决于外部世界或他人的评价，而在于自己内心的平衡和接纳。要对抗消费主义的情感操控，首先要意识到自我价值并不依赖物质获取，只有停止把消费当成情感的解决方案，才能从根本上打破这一循环。二、精神控制的本质。文化资本主义。文化资本主义利用人们对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的需求，将物质消费与个人价值挂钩。这不仅是一种经济体系，还是一种精神控制的工具。品牌、流行文化和社交平台通过塑造理想生活的标准，营造出一种让人们对身份、地位产生焦虑的环境。课题分离在这里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思维框架。文化资本主义的精神控制本质上是让我们承担了不属于自己的课题，即他人的期待、社会的评价体系，而课题分离教导我们只专注于自己的人生课题，而不要为了取悦他人或迎合社会标准而活，拒绝参与他人的课题，放弃通过消费来寻求社会认可，便是解脱这种精神控制的第一步。三、打破文化资本主义的精神桎梏。文化资本主义通过建立消费文化和等级制度，巩固社会阶层。这一体系在精神上绑架了人们，使他们陷入一个消费获得认可、继续消费的恶性循环中。而阿德勒提出的课题分离可以帮助我们打破这一枷锁。首先，我们要意识到，文化资本主义制造的许多需求都是虚假的。广告和媒体并不是真正为了满足我们的需求，而是为了维持经济增长。阿德勒的目的论提醒我们，消费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某种物品，而是因为我们希望通过消费来获得某种情感或地位。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对消费的目的，重新审视消费行为，进而摆脱这种桎梏。其次，通过课题分离，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，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是自己的课题，而如何看待他人的评价是他人的课题。我们不需要通过外部的消费文化或他人的认可来定义自己的价值，而是可以通过内在的精神成长和自我实现找到真正的满足。四、消费主义与自卑感，情感操控的延续。消费主义还通过制造自卑感来加强对我们的控制，它让我们相信，如果我们不购买某些商品或体验，我们就会失去社会中的某种地位或形象。阿德勒提出的优越情节与自卑情节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本质。消费主义制造的自卑感实际上是为了推动人们去追求优越感，通过消费来填补内心的空虚。解决方法在于重建他者贡献。阿德勒认为，真正的自我价值来源于对他人的贡献，而不是通过物质或地位来提升自己。在今天的消费主义社会中，许多人因追求物质财富而忽视了社会贡献，甚至与他人产生隔离。通过回归对他人和社会的贡献，我们可以在精神上找到比消费更持久的满足。五、重构自我价值，课题分离的实践。要实现精神自由，打破文化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带来的精神控制，我们必须学会课题分离的实践。以下是几个关键步骤。一、识别并分离课题。首先，我们要识别哪些问题属于我们自己的课题，哪些是他人的课题。例如，你是否满足于自己的生活，这是你的课题，而他人如何评价你，这是他们的课题。我们不能为他人的评价而活，
也不能让消费主义告诉我们如何定义自己的成功。2. 停止为他人而消费，一旦分清楚课题，我们便能减少为取悦他人或迎合社会标准的消费行为。我们不需要通过购买某种商品来获得别人的认可，而应该为自己真正的需求做决定。3. 培养内在的自我接纳。消费主义的一个主要操控手段是让我们感到不足。通过学习《被讨厌的勇气》中的自我接纳理论，我们可以停止依赖物质来弥补内在的不安全感。自我接纳意味着无论外界如何评价，我们都能欣然接受自己的状态。4. 转向他者贡献。最后，我们需要将重点从自我转向他人，通过对社会和他人的贡献来找到内在的满足感。这样，我们不仅能抵御消费主义的操控，还能在精神上实现自我提升。结论，在文化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影响下，许多人陷入了物质主义的陷阱，迷失了自己的精神自由。而被讨厌的勇气提供了一条摆脱这些桎梏的道路。通过课题分离与自我接纳，我们能够识别消费主义的虚假需求，专注于自己的真实需求和精神成长，找到内在的平衡与幸福。拒绝为了外界的认可而活，勇敢接受不被所有人喜欢的现实，是走向精神自由的第一步。正如书中所说的，被讨厌的勇气，它提醒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独立的精神世界，不受外界的控制和操控。这才是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抵御消费主义与文化资本主义的重要武器。